这个黄的是什么呀？像蘑菇，这是灵芝啊，就很小 baby，它看上去很鲜嫩啊。看那边前面也有一个刚刚冒出来的一个芽。哇塞，朋友们，天地之精华，灵芝随便撒。对，少伟，这是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房型啊。 270度的环绕的全景，希望把自然整个收纳到房间中来，做了一个下沉式的客厅。坐在客厅的这个角度，你会整个看到自然的这么一个风景。哦，外面它是一个桑拿房，很特别。我带你看看。这个真的是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啊，就它里面都会自成一个系统啊。我感觉我们突然变成了这种人文旅游纪录片呐、对。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小径，就是当年老百姓上山的一条路，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的3个户外汤池。当时我们第一次放水的时候，就来了一只猴子，啪就在里面去泡温泉。这就是我们依山而建，利用这个台阶坎做了一个无边际泳池，看着一重一重的山。它是一个无用的空间，承载我们所要对自然的一种感觉的一种精神象征。此时此刻，我在这个大山环抱当中，我又好像有一个客体的存在，我又好像又跳出来。是，我们现在已经世界上拿了4个大奖了。我们学建筑的人就是厉害。跟着我的这个脚步一转，感觉到一个豁然开朗的世外桃源的一种感觉啊！你的这个入口很特别啊，它是慢慢的从下往上，然后打开一个盒子，我好像是从一个井底部冒出来了，对，就这样的感觉。你看我们整个的建筑，我们大面积的用黑色的，更能体现出建筑本身是不抢自然。所以这是我们的前台，做 check in 的地方。你好，欢迎来到蓝玉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这个茶的话呢，是我们的蓝玉自己比较独特的峨眉山的一个名泉翠芽，就在用那个兰花对去泡制。哎，这边像是一个很现代当代主义的一个玻璃盒子，把窗外的窗景整个收纳到这个小的空间里面，会觉得不局促。这里这幅是一幅画吗？还是照片？啊，一幅照片是日本殿堂级摄影家上田一彦的。他说这是他整个摄影的另外一个阶段的第1张照片。我们蓝玉在设计动线的时候，我们是依山势而建的。通过一个曲折的回廊走上去以后，就会发现上面还有一个小的现代建筑。这个黄的是什么呀？像蘑菇，这是灵芝啊，就很小 baby，它看上去很鲜嫩啊。看那边前面也有一个刚刚冒出来的一个芽。哇塞，朋友们，天地之精华，灵芝随便撒。对。少伟，这是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房型啊。第一呢，我们做了一个270度的环绕的全景，希望把自然整个收纳到房间中来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是做的全木结构的，做了一个天窗。我们希望度假住在这个地方，它能够随着时间，天亮你就该醒，天黑你就而居的这么一个场景，做了一个下沉式的客厅。坐在客厅的这个角度，你会整个看到自然的这么一个风景。这个地方是我们乐山地区特有的植物的活化石，叫梭罗树。我觉得非常享受的地方就是，当你早晨起来，你把窗帘徐徐拉开，它就是一个沉浸式，你住在这么一个山林中的一个感觉。对。哦，外面它是一个桑拿房，很特别。我带你看看。这个真的是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啊，就它里面都会自成一个系统啊。场域的这种沉浸，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回归的。因为本身我们就感觉是在整个的山谷里面，它完全都是大自然的能量，但是在这里又有水的声音，就会完全的疗愈。其实这里也是很适合避暑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到夏天一般7、8月份会多少温度？比山下要低4到5度。特别是太阳落山以后，它这个地方的温度只有20多度。这栋建筑是我们的一个 SPA 房。这里就很有一个山居的建筑的风格了。是的。
这是我们的3个户外汤池，每个水池的温度我们设置的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用的都是天然水。当时我们第一次放水的时候，就来了一只猴子，啪就在里面就去泡温泉啊，消息非常灵通啊。对，然后这边呢是有一个小径，就是当年老百姓上山的一条路，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。我感觉我们突然变成了这种人文旅游纪录片呐、对，边上的这棵树啊，太美了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原生态。对，听见长尾鸟的叫声。我们在营造一种静的力量，有力量的静，有力的静，这就是我们想营造，通过空间，通过自然，来给人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不一样的感觉。这就是我们依山而建，利用这个台阶坎做的一个无边际泳池，看着一重一重的山。然后有一个好朋友，他写了一首诗，他的诗的开头就叫“山裹着山，山裹着往事”。哦，哇，很有意境。对，这种建筑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冥想和疗愈的一个空间，270度的一个窗景。你看远处的山，是不是像那个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里面打斗的那么一个场景？很像，是的，真的是一幅中国的文人墨客的一幅山水画，就在这边。其实你坐下来，好，坐在蒲坛上，真的，是不是有一种环绕的那种跟你对，环绕的一种宇宙的声音。对，有一种跟大脑的某一种频率，它是在共鸣的。是，是吧真的是共鸣了。注意到，其实你们每一个空间的把手好像都不太一样，是，这是我们自己踩石头自己定制的。石头和这样子的金属的边框组合在一起，有一种特别美的美感。对，这个空间很有意思。它原来是一栋民居，特意把它做留白，承载我们所要对自然的一种感觉的一种精神象征。你的建筑的魅力就在于它用空间把你的精神拉高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在这个大山环抱当中，我又好像有一个客体的存在，我又好像又跳出来。是，人是要在这个建筑空间里面来感受，这种感受是完全立体的。对，你看这边的画面感，就是在大树底下下午，你发现没有？你坐在那儿的时候，你是在背靠大树。对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乘凉的时候再看看远方。对，这一片建筑群落的，无论从设计还是建设这一块，它是值得去琢磨、去想、去看的。有的时候，好的建筑不是在纸面上，也不是在脑海中的，是当你身临其境以后，你发现有些建筑它就是长成这样子。Sophie，我带你进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空间。好，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酒窖。朋友们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用酒瓶的软木塞做的地面，真的非常有创意。对，匹配酒的元素。然后这个酒窖呢，我们是做中国元素的，所以我们在中国1000多家酒庄里面，挑选了100家酒庄的酒来陈列放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四川本土的四姑娘山，这个呢是宁夏的西哥酒庄，对，这个是银色高地的酒。我一直在讲，酒是人与人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。度假呢，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在一个空间，是睡一个好觉，更重要的是它有好的餐饮，它有好的酒。这是一个我们品酒的一个空间啊。然后每天下午我们会有一个免费的一个品鉴活动，这面墙我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处理，我们把整个的一面墙埋上了葡萄酒的酒瓶。这个台阶我们做了一扇整个跨上下的一个落地窗，你每走一步，树越来越向你靠近啊，你看它的角度，它看你的角度都不一样。是。这边的这个材料我发现很不一样。这是我们水泥做好了以后，为了增强这个墙面的肌力感跟自然能够相匹配，花了6个工人凿了2个月凿出来的这个墙面。哇，
哇，真的很用心。咱们整个这个酒店面积有多大？建筑面积3000多一点，整个占地有30亩。好奢侈啊！全是自然，建筑就这么点儿这边是那棵我们看到几百年的一个杜仲树，啊。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守护神，800年的真楠树。你待在这个地方，这是整个这片地的最中心的地方啊，能量。对，你的能量整个在聚集，你看见没有？风也好看什么呀？是整个能量聚集在这个地方。你站到这里，你手的捞它是粘稠的一种感觉啊！哎，全是风，哎，真的是全是风。而且我在这儿说话就是自然的回声。你再看我们这2个建筑，这个建筑和那个建筑是向现代建筑致敬的。哦，对。然后这几栋是川式的坡屋顶建筑，我们用的瓦都是乐山当地夹江的青瓦，它使得整个建筑群落它的韵律感特别强。是我们现在已经世界上拿了4个大奖了。我们学建筑的人就是厉害。来进到我们这个餐厅，从这边我们来看啊，苏总他整个的这个天光做的这个结构就特别好，它这边又像画，然后上面又有这么好的采光，然后它的墙面的立面就根本不像是一个英国设计师做的东西啊。对，我觉得用世界的设计语言来诠释中国山水，它是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。你刚才说的这个墙面就是用当地的岩石板一块一块垒在上面去的。这一栋建筑我们是做的是全木结构的一个建筑。这个窗户，当你有阳光的时候，整个窗户倾泻下来的这个光线倾下特别漂亮。这是我们的一个休闲区域。哦，所以它是跟餐厅连通的。对，人坐在这里可以喝杯茶，看一本书。这里你看到的我们的第2幅就是上田一彦的《泰森林》的一个系列。OK， 那今天呢也很谢谢苏总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从各个角度维度来讲，无论是酒店还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些诠释。那相信大家看了以后都很想要来峨眉山啦啊！欢迎来峨眉山，欢迎来兰屿。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